锁芯取下来了，门都开了。好，请稍等。具体的情况，麻烦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吧。今天客人少，中间有来过几次客人，但是都没有试衣服，而且昨天晚上我还进去过一次，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你收拾完衣服有没有锁门啊？我是不可能锁门的，因为那个门是只有里面才能锁上的。秦警官，哎，这是从试衣间门上拆下来的锁。哎，报告。行，带回去检验吧，辛苦了。好的，辛苦了，先走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木夏呢？你不是说你们没关系吗？还这么关心人的？我关心个屁！人有女朋友。他那女朋友你不都见？他说了，对这种高中生都能打开的试衣间弹簧锁不感兴趣。嚯，这天花板挺有特点啊。嗯，装饰用的。他们这个门面刚装修好的时候就这样。哎，左哥，那个通风口早就查过了，小孩都不可能爬过去，怎么可能通过一个成年人？Cassie，谁呀？你认识啊？ Cathy， 邵小飞，刚刚从法国设计学院毕业，年仅26岁就成为了全球最著名的设计师之一，继承了父亲的设计公司，出身豪门，长得又美，所以被称为最美的设计师，是无数少女的时尚风向标，万千男人心中的女神。富二代啊，那肯定得罪不少人。嘿嘿，说的跟你不是一样。我只是一个拿固定工资的公务员，好吗？雷神呀，谁送的？别动，别人送。哟，有情况。投其所好这招，挺狠呐。呸！我就知道你要来这招。正经，往下说。邵小飞啊，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叫 Kitty， 对他很照顾，一直帮他打理家里的生意。之前参加一个什么选秀活动的时候，还为了他跟评委吵起来了，上了热搜呢。挺温暖一故事啊。但是大部分吃瓜群众关注他都是为了窥探豪门生活，但是看了之后吧，又觉得跟自己想的不一样，那就喷呗。负面评论越多，关注度就越高。你今天上午去哪儿了？跟你有什么关系？陪女朋友去了吧？什么女朋友？就你手机壁纸上那个呀。你有她吗？不过说实话，你女朋友长得是挺好看。你连她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呀？致命伤在胸口，被剪刀一刀扎进心脏，腿部有骨折的痕迹，应该是搬运的过程中被撞伤。尸体被防腐剂泡过，所以无法判断出准确的死亡时间。不过，还是可以根据骨质中的碳元素衰减，大概的判断出死亡时间是1个星期以前。另外，我也检测了一下那条裙子，裙子上的花纹是用鲜血画上去的。啊？那你的意思是说，
凶手是在邵小飞死亡之后，用他的血在裙子上画的新品的花纹。最奇怪的还不在这里，分身。从皮下组织的颜色来看，伤口根本没有出血的痕迹，说明是死后将尸体划伤。这有多大的仇啊！把尸体划成这样。像妙花，2朵牡丹花。几位警官好，我是邵小飞的设计助理，我叫陈玉凤。你最后一次见邵小飞是什么时候？上周吧，他交代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失联了。你别紧张，慢慢说。因为他以前也经常失联，说是要集中创作，所以我们也没怎么在意。设计师嘛，总有些怪癖的，比如失联，还比如会常年在自己的包里背着一把剪刀，看到喜欢的图案就随手剪下来。你就说一下你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况就行。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上个礼拜，他说自己有事儿，匆匆忙忙的交代了点工作上的事情就离开了。具体时间？应该是17号上午9点半。根据骨质中的碳元素衰减，大概的判断出死亡时间是1个星期以前。看来他当天就遇害了。这条连衣裙你有印象吗？这条裙子跟我们下一季主打款的设计几乎一模一样，这可是商业机密啊！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季要重磅推出的复古风连衣裙，是所有新品里面小飞姐最喜欢的一件，从设计到打样都是她一个人亲自完成的。照理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件。你的意思是，之前没有人见过这条连衣裙的样子？是的，小飞姐为了最好的发布效果，除了远在巴黎的范德安总部，没有人见过这件衣服，也包括我。我也是因为这2天新品发布会的事情，进了他的办公室，才看见这件衣服的。不好意思，有点晚了。你怎么回事啊？每次都迟到，你不知道我们的设计师都等着你的样衣才能进行下面的工作吗？对不起啊。重要线索。关于保罗的。对，就是关于这个高颜值大长腿的混血男，他经常跟邵小飞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但其实私底下跟邵小飞的助理关系不清不楚。邵小飞死了之后，他代替邵小飞成为了范德安新一季的设计师。看来邵小飞遇害最大的受益人是保罗呀。这个图案是保罗交给修工的。这个图案不是邵小飞背上的吗？但是看着有点不太像。这是一个绣图，我怀疑保罗自己在另外设计一个系列的新品，而且和这个图案有关。我在范德安车间查到这种印花是20多年前的一种立体绣法。修工告诉我，因为这种绣法属于口口相传，没有资料和记载，现在基本没有人会了。而在前一段时间，保罗就曾拿着你们现在手里的这份印花到车间进行了技法咨询。我知道了，那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笔画其实是绣线的轨迹。然后，邵小飞一死，他就能趁机找他聊聊。走。这张图，你有印象吗？没印象。没印象。绣工可是指证说你拿着这张图去问他的。可能吧。我是名设计师，
每天都要带着各种图去问秀工，我哪能记得那么多？19号你在哪里啊？我想不起来了。我们对你硬盘里删除的数据进行了复原，我们发现你曾经有详细的邵小飞新品连衣裙的设计图。关于这个，你要怎么解释啊？你的前女友陈玉凤曾经说过，这张设计图是商业机密，只有邵小飞和总部的人才会知道。你是怎么拿到的呀？你要是不配合我们，浪费的是你自己的时间。我找秀工问图，是为了寻找灵感。至于你们说的那件事儿，我完全不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是我偷了邵小飞的图纸。啊，那个，你别激动，坐下来说。是我偷了邵小飞的图纸，是我骗了你们。如果不是邵小飞，保罗根本不会离开我，是他硬生生的把保罗从我身边抢走的。邵小飞抢了你男朋友？邵小飞，他根本就不是你见到的样子。你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1周7天，天天都是工作日，手机24小时开机，只要他心情不好，对我又打又骂。还有，设计部的所有人都是他的枪手，只要他看上的作品，他一定会拿走，当成他自己的设计。保罗就被他抢过无数次，是，这次是我偷了他的图纸，但那又怎样？以牙还牙而已。所以是你把图纸给了保罗？是。那他拿了图纸之后呢？干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可以保证，保罗和邵小飞的死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替他作证。这个保罗跟邵小飞在一起的时候，居然跟陈玉凤也搞在了一起，脚踏两条船啊！一般人用右手画画，重心就会在右边，比如画圆，用右手在右边画的圆就会比在左边来的大。但邵小飞背上这幅画，重心却在左边。好像是哦，左面的花叶要比右面的浓密得多。而保罗又不是个左撇子。保罗确实不是凶手，因为他当天跟陈玉凤在海南约会呢。邵小姐，不对，现在应该是邵总监了。那我就当做恭维接受了。邵总，这份文件麻烦您签个字。感兴趣？这是这一季我们的新品，如果您觉得有调查价值的话，您可以带走。邵小飞设计的繁花连衣裙为什么没有在这儿生产？哦，你说那款呢？好像是送到其他地方去做代工了。代工地址在哪？这个不知道。不过邵总昨天有拿样衣给我们看。什么时候？昨天下午，本该3点钟开会，结果邵总临时有事儿，3点钟离开了公司去拿衣服。我们3点半开的会。邵小芳公司距离范德安车间有8分钟的路程。邵小芳从出发拿到样品再到车间，用时近30分钟。也就是说，这个繁花连衣裙的加工地点距离范德安车间最大的车程不会超过21分钟。那么，符合条件的加工厂，
你也在这儿啊？看来我现在的侦查速度能跟某些人比肩了。痕检那边查了邵小飞身上的防腐剂成分，发现含锌的重金属严重超标。我就在想，会不会是水源的问题？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冶炼厂这方面，果然这家就在重金属冶炼厂旁边。你们什么人呢？干什么的你们？哦，警察。哦，有什么事情吗？哦，我们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个秘密？2天前吧。好嘞，谢谢您啊，您先忙吧。哎，好，好。他在撒谎。这个工厂只有1个车间，2条流水线，20个熟练工，就算昼夜不停，也不可能在2天之内做出5000件成衣。按照我的观察，起码得要1个礼拜。1个礼拜？不可能啊！那时候邵小飞还没死呢。这间私人工厂是邵小芳的。邵小芳？他现在是范德安大中华区的董事长。哦，我知道了。其实邵小飞的死，受益最大的是邵小芳。他不仅可以用自己的人做设计师，而且他再也不用给邵小飞打下手了。可是他为什么要提前生产这些裙子呢？啊，这不是范德安的品牌啊！哦，我明白了。他要赶在新品发布之前，把这些成衣用其他牌子发布出去，这样等邵小飞发布新品的时候，就变成了抄袭。那就说得通了，一定是邵小飞发现了他的计划，跟踪他到了这儿。案发现场一定就在这个厂子里。我问过工厂的老师傅，他说这间工厂改制减产之后，前面那个洗衣房就废弃了，案发现场很有可能就在里面。结果出来了，剪刀上的血迹是2个人的，邵小飞和邵小芳，指纹也是2个人的。我想可能是打斗的过程中同时握住了剪刀。太好了，那咱们立即申请批捕吧。不对。什么不对？每次都是这样。走吧，咱们去找邵小芳。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也不怕告诉你，我是准备在新品发布之前推出这款成衣的，然后再告你抄袭。既然现在被你发现了，那也不能怪我。等一下，邵小芳的指纹应该出现在刀柄上，但为什么报告上指纹是在刀身上？除此之外，现场其他证物再也没有出现过邵小芳的指纹。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了邵小飞吧？那为什么上面有你的指纹跟血迹呢？没错，那天他是跟我一起去了工厂，之后我们吵了起来，不是我杀了他，是他刺伤了我。那天我本来只是想气气他，所以我把陈玉凤和保罗的事情告诉了他，没想到那个疯子突然从包里拿出剪刀刺向了我，我跟他扭打了一会儿，就赶紧走了。谁知道再待下去，那个疯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那之后呢？你们俩又见过面吗？这样的人当然避之不及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穆教授，死者现在所有的人物关系都查完了，
还有什么新的嫌疑人吗？当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原地。我们从头再来一遍。一个房间除了店员，没有人进出过，而我们死者的尸体却可以凭空出现，并且自己锁上了门。我想答案就在屋顶的装饰之中。这不是一般的丝，这种丝线非常有劲，韧度和鱼线差不多。前段时间有个小姑娘给厂里推荐过这种线，她说用这种新材质才能做出不一样效果的衣服什么什么的。有联系方式吗？23号店里确实有收到成衣。那你还记得送货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吗？没太注意，好像是2个人，一个瘦瘦的，一个小小的，都戴着帽子。小小的那个好像是个女人。不是我接到过总公司的电话，跟我说因为货物的调整，换个人去送货，工资还是照样给我结。换的人是谁？说是总裁办公室的，确实是我们公司的号码，我也就没再多想。今天下午跟组织公司开会，确认这一季的设计方向，之后我们自己开会，再确认这一季的设计部人选。有事吗？上个礼拜3下午你在哪？你们之前不是查过我不在场的证明吗？那个时候我在海南。我说的是23号，你已经回来了。我拒绝回答。你和你的小徒弟在一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参加完发布会还给他发了条短信，内容我已经知道了。看来你是真的很看好那个小姑娘，她叫苏子，对吗？什么意思？苏子跟邵小飞这个案件没有任何关系。我没说过她跟这个案件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从总台查过，23号下午打出那个电话不是从总裁办公室，而是设计部。喂，木木，我从少女天团那儿打听到了苏子的地址，发给你啊。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保罗先生？他真的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奶奶，上次给你做的衣服你怎么不穿呀？那件衣服太漂亮了，奶奶舍不得穿。阿紫啊，你不进城找工作，在这帮奶奶，没关系吗？没关系的，我就是想一直陪着奶奶嘛。真是乖孙女。苏小姐，你认识他？来做衣服的。哦，现在很少有这么年轻的人来裁缝店做衣服的。快进去吧。奶奶，你先进去吧，我跟他在外面聊点事儿。哦，好嘞。来，辛苦。那条裙子的真正设计者，其实是你。你知道了，是不是很好看？
我原本准备拿它去参加今年的设计大赛的。那天，我接到了妈妈病危的电话。好，我这就回来。由于太着急了，张姨，帮我收下东西，我先走了。就把设计图留在了车间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邵小飞看到了我的图。他告诉我，这张卡是给我妈妈治病的，前提条件是用图纸跟她交易。为了妈妈的病，我把设计图卖给了他，把卡拿了回来，却发现里面竟然只有2000块钱。妈妈的病开刀要10万啊！2000块钱，2000块钱，你让我怎么救我妈妈？你这小姑娘真有意思啊！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所以你怎么救你妈妈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就你那张破图纸，妈妈没了，她也没了。那天，当我在车间看到邵小飞去找邵小芳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让她成为一个模特吧。这一切都是她罪有应得，是她害死了妈妈，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很美吧？我终于亲手完成了这件本就该属于我的作品。后面的事情，你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吧？你因为送衣服跟保罗相识，他欣赏你的才华，还把自己的经验对你倾囊相授。慢慢的，你们就成了整个公司最信任彼此的2个人。你杀了人之后不知道怎么办，向他求助，他居然答应帮你。然后，就有了那场繁花般凋落的演出。密室完全只是个意外。在你们离开之后，整栋大楼进行了通风系统的维修。通风系统工作了1夜，使房间内的气压很低，门被紧紧地关住，形成了上锁的房间。当维修人员来的时候，并没有开锁，只是在房间内开了一个气孔，空气流出来了，门自然就开了。这就是全部的真相。谢谢你找到我，谢谢你发现了真相。真可惜，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现在就姑娘就这么邵小飞一案，对您他奶奶得有多难过啊！姓名、苏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微妙的。年龄22。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你身边的人带给你的，会是幸福还是痛苦。如果有一天，当你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你可以向我求救。
还说对人家没意思？我对他就是没意思，你别瞎想啊，人家有女朋友。以我对男人的了解，他一定没有女朋友。人家手机屏保都是人女朋友照片。哎，不打自招了吧？那天你问的果然就是他，还跟我装呢。没事儿，左哥，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力挺你。够哥们儿吧？哎，他过2天好像过生日。我帮你约他，你当面问他。哎，不用，真不用，不用你给我打。喂，默默，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跟你请教一下。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来，生日快乐！是不是很惊喜啊？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为你精心准备的，特别是左哥，又出钱又出力，简直比对自己的爸。少说一句，能死啊你！我从来不过生日。穆教授，你不许个愿吗？我从来不相信这种没有根据的事情。穆教授好科学啊，小木木，好科学，好科学。那这样，我来点个蜡烛许个愿，因为这个月正好我也过生日，我点个蜡烛许个愿，咱就算一起过了，好不好？我希望能跟微微再去看一次电影，这次一定是个爱情片。我会让你知道，学院这种事情是不现实的。那我们举杯喝一个，然后再玩游戏吧，怎么样？还是先玩游戏，再举杯吧。什么游戏？真心话大冒险，大家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好吧？我都想问穆教授。我不参加。木木，今天你过生日，别扫兴嘛！啊，好，沉默的就算同意。倒牌，9个人，8黑1红啊。翻牌。左哥，这把是真心话，你想问谁问什么就问什么啊。穆教授，你想问什么？你有女朋友吗？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你钱包里面还有你手机屏幕保护上的不都是那个女的吗？就是你手机屏幕保护那个。这不是户田惠梨香吗？户田惠梨香你不认识左哥？你们都认识啊？嗨 ，Spec， 关于你问的致幻剂，是与一个国际上新出现的名叫极乐鸟的神秘组织有关，我们也在调查当中。
另外，你所关心的邮轮爆炸案，确实有一个叫岳琪的中国人死在了那场事故中。因为时间有些久，我们需要再多一些时间。极乐鸟。找我？哦，我刚好来这边办事儿，我还想会不会遇见你呢，结果还真遇见了。这就叫缘分。李延俊先生，还给你。我看到画上的签名了。那天看见你在路边打电话，觉得挺好看，就画下来了。你要不介意的话，留个纪念。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叫秦左曼。正式认识一下，秦左曼小姐，李延俊。很高兴遇见你。穆教授，找什么呢？亲人。穆教授，穆教授，你提出的 IOM Passport 系统，总部已经审核通过了。我们银行呢，也即将对这个系统进行全面升级。这事请你多费心。穆教授。佑哥送的吧，我觉得是佑哥送的。佑哥，罗哥，怎么了这是？佑啊，我亲爱的佑啊，你怎么能这么了解我呢？我想买这个已经想了很久了，你知道吗？不是，左哥啊，你搞错重点了，重点在这儿啊！过年不节的，你送我花干嘛呀？我又不过生日。不过买这个还是让你破费了。我的天哪！对呀，我送你花干嘛呀？不是我送的。谁送的？谁送的？想知道吗？不告诉你。一上来就进行这么猛烈的攻击，不行，我得去告诉小木。没关系。我跟你说，出大事了。你看，什么意思？你怎么破案这么厉害？这种事儿少跟进啊！左哥有人追了，而且一上来就这么猛烈，你得有危机意识啊！日前，在我省边境山西龙山，考古人员发现一座南北朝多室大墓。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出土了非常多精美的陪葬品。你还有心思看新闻？紧张的发掘和清理中。刚刚得到消息，还未有带文史记载类的物品出现，也就是说，墓主人的身份到现在仍然是未知的。不过，专家已经根据墓葬形制有了初步的判断，墓的主人身份不俗，或会是王侯之类的人物。目前大墓的后事还没有被打开，我们期待更多的惊喜。来，这边请，小心台阶。这边有点黑。钟教授，电视台的人来了。钟教授你好。我们正好在打开后室，你们正好啊，一起来看看，见证一下。
送你礼物喜欢了？喜欢，特喜欢。你从哪儿买的呀？我托了好多朋友买这限量款，都没买着。喜欢就好。那个，我收你这么贵的礼物，确实是不太合适。要不这样吧，我花钱买行吗？我钱都带来了，就算是我托你帮我买的，行吗？你数数看够不够？要不这样，今天你陪我看这次漫威特辑，就当是谢了。行。教授，那我们现在要开关吗？开关。这怎么是个现代人呀？赵月瑶。喂。九哥，我看你的假期也该结束了，案子来了。好，我马上回来。怎么了？没事吧？有点事儿。我单位刚才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着急让我回去。没关系，有急事儿你就先去忙。不过，下次你得补偿我。行。不好意思啊，那我先走了。好。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些了。谢谢你的配合。他怎么会在里面？这不可能，不可能！钟教授，您没事吧？警察同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里面。您先冷静一下，这件事情我们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的，您放心吧。太不可思议了。我想问您一下，这个墓室你们都是第一次进，对吧？第一次，当然是第一次。电视台的人在，都可以作证的呀。死者已经开始出现软组织液化现象，3口墓室内的温度，初步估计死亡时间5月余。头部有被多次重击过的痕迹，其他部位暂时没有发现任何外伤痕迹。另外，我在死者的鼻腔内发现了一些疑似泥土的颗粒，要提取物质做进一步的对比。我刚刚做了检测，棺材里边没有血，可以确定是被遗失的，对吧？我怀疑是被重复遗失过。死者的身上有很多土质颗粒，不仅是鼻腔、衣服、体表都有，所以我怀疑死者曾被埋尸过。杀人的和遗失的不是同一个人。那这样说来，凶手他们的也不准确，应该说是凶手和遗失的人，他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块砖呢？电视台的人到达现场之前就已经被取下了，说是为了排气，方便后期进入。能确定第一现场吗？就目前采集来说，后室和整个墓穴都不是地形。整座墓都不是。对，没有血迹反应。有没有可能通过盗洞一类的途径转移了尸体？其他墓室有发现过盗洞，但后室是没有的。这一点考古院比我们更在乎。法医能不能模拟出凶器？根据死者头部的伤痕，大概可以模拟出是一个尖头楔形器物，长度不低于4寸。这种形状的物品不常见，我认为有一定的调查价值。另外，
死者鼻腔内的提取物和现场的任何采集样本都没有关联，这倒从旁佐证了痕检那边的结论。墓穴不是第一现场，死者是被转移进棺材里的，具体的成分还在化验中，有消息会通知大家的。棺材是第1次被打开，那尸体是怎么进去的？首次打开墓穴，首次打开棺材，这是双重密室啊！大家不要气馁，这才刚刚开始嘛。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想想。目前的情况恰恰证明，我们不必局限于墓穴本身，更多的从物证和死者的社会关系下手。好，行动！是。你就是孙明吗？是。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赵月瑶的情况。赵月瑶的室友说，3个月前她突然有点不太对劲。据我所知，那个时候你们好像刚刚分手，方便问问原因吗？我们没感情了，和平分手。那请问是谁提的？我。是因为有了新的恋情？这好像不是你们警方该了解的吧？因为对方可能是最后一个见死者的人，所以希望你配合我们。你知道他是谁？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我连面都没见过，我怎么会有联系方式啊？哎，冒昧的再问一句啊，你一个搞化学的，跟考古好像不搭呀。我们是在学校联谊会上面认识的，毕业之后我留校，他去了考古院。谢谢啊。你没事吧？是不是因为墓室空气不好？要不先出去吧。刚打开的墓室，里面的空气，人是不可能直接进去的。把这个带回去。穆教授，你怀疑这堵墙？从视频上看，这堵墙没有被拆过，但究竟有没有拆过，我要很严苛的报告。好的，我明白了。都带回去。都带回去。我让彪子查过了，那个号码的机主叫齐喜，是个自由职业者。根据他社交网络上的内容，可以断定他跟赵月瑶之间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关系，估计应该是前男友之一吧。赵月瑶还有没有别的男朋友？学校里有一个，刚分手2、3个月，小柚子现在去查呢。你最近干嘛老躲着我？我没有。生日会结束了以后，你就一直躲着。哎，小柚子，查的怎么样了？我刚去见了赵月的前男友，没什么线索，但是有一个点挺奇怪的。什么呀？我刚八卦了一嘴，2个人是在校联谊会的时候认识的。
但是我问了化学系其他的同学，2个系根本就没有举行过联谊会啊。行了，等我回去再说吧。啊，拜拜。齐先生玩古玩多久了？啊，我也就是跟风随便玩玩而已。几位先坐一下，我给几位倒杯水。啊，你别忙了，我们问几个问题，问完就走。我们查了赵玉瑶的通话记录，貌似跟你联系很密切啊。是。方便详细的说一下吗？他打坏了人家一件价值10几万的东西，被追债，所以来找我，想我借点钱给他。你借了他多少？这个我可以不说吗？10万以上。赵玉瑶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你就敢借给他这么多啊？我和他也算有过一段，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同事查过了，他跟孙明分手，是因为你。可能是他误会了，我只是想帮月瑶而已，而且我相信月瑶的为人，他不是那种欠了钱不还的人。他把钱还上了？还差一点。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联系不上他了，还以为他是还不上钱，故意躲着我。对了，同志，月瑶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她遇害了。您呐，好好瞅瞅我这货，我这货啊，这都是老物件。这您刚才瞅这是我爷当年用的。你好，秋祥在吗？哎，我这，哎，我受累问一下，您哪位啊？找他什么事儿？赵月瑶，您认识吧？可能认识吧。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就不认识。什么叫可能啊？那不认识，您2位肯定找错了。请问老板在吗？老板，里边呢，我给您叫去。哎，戏演挺好啊，邱老板，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呀，甭介呀，警察叔叔，我认识那女孩，但她这死，这跟我可没关系啊。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没关系法啊？嗨，她呀，跟我这儿啐了一东西，我是想讹她来着，可您说为一赝品。他有钱就给点儿，没钱我也没什么损失，那我犯不着我顶着杀头的罪，我把他弄死呀？你说是不是啊？啊，你说。银行流水呢？哦。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算了，我也没必要明白。看明白了吗？哎，左哥。秋强什么情况？赵月瑶打坏的那件古玩是赝品。赝品？啊，你说好歹他是考古队的，怎么连真品跟赝品都分不出来呢？齐溪有问题。为什么？按照赵月瑶的银行流水，大笔汇款并非出自齐溪，汇入款之后的汇出款却都是打给他的，就好像他们2个人在分账。快点！哎，你们是？刑警队的。他犯什么事儿了？
倒卖文物。你帮赵月瑶还债的方法就是带着他倒卖文物啊？你这是知法犯法，知道吗？月瑶他们家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她没有办法开口跟她爸妈要钱。交往的男朋友又不愿意帮她，还跟她分了手。债主不停地催她，说不还钱就去研究所告她，她也是走投无路才。他打坏的那件是赝品。赝品？这不可能啊！我亲自陪他去看过，那绝对是个真的。你不是挺懂的吗？这都能看走眼。穆教授，这墙还没完，又来，帮我检查一下这个。古董啊？那你应该找专家呀。我只相信科学。行，这个检查怎么样？还没拼完，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我怀疑部分砖有二次拼接的痕迹。钟教授，有些事情想请问你一下。我们去那边说吧。你早就进过墓穴后室，对吗？年轻人，说话请注意点。山里的空气流通速度和风向都是可以计算的。要想置换整座墓穴的空气，需要很长时间，不是拿下一块砖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您需要证据，可以去横检科。那堵墙已经被拼好了。是的，我们进去过。1个月前，我们进去过后，看到墓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挺出人意料的，说不定可以填补一段非常重要的南北朝历史。所以我决定让电视台参与报道，也为了我们考古院提高曝光率。电视台方面呢，他们需要有一点悬疑感和新鲜感，打算从打开墓室开始记录。我思考了一下，觉得也不影响最后的结果，就同意先把门封上，再打开。开过关吗？没有，绝对没有。开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关内的物品上千年在无氧的环境中保存，一旦接触空气，就非常可能产生氧化反应，造成损失。所以在不确定关内的情况时，我是绝对不会贸然做出开关的决定。可是，他怎么会在里面呢？你的一个学生，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失踪了，您不觉得奇怪吗？啊，小赵这之前是跟我请过假的，你看一下。我们考古队啊，事情太多了，忙着忙着就忘了。也是我这个导师不好，要是早一点发现啊，就好了。谢谢，程教授。不客气。哎，李延俊，你怎么来了？找你要补偿啊，消失这么久，欢迎上来。啊？开玩笑。
送我的。A 级赝品，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文物部门应该很感兴趣。我即使真走啊，我是认真的。在赵月瑶的文物交易记录里有什么发现？正在一一核对，其中有个房地产商可以去问问，因为他买了一件从那个大墓里流出来的一件文物，经手人就是赵月瑶，并且有人见过他们发生矛盾。必须要跟一下，抛开所有的可能性，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也只是唯一的可能性。呀，左哥，好大的一束玫瑰花呀！是哪个仰慕者送的呢？误会了，没人误会。这气氛不对呀！就你屁话多。有新线索了？这是赵月瑶卖的一件文物。那个地产公司的老总本来想找人暗中操作一下，结果送的是个假货，也就流标了。于是跟赵月瑶发生了争执，甚至威胁要找人干掉他。但是当他再次跟赵月瑶联系的时候，赵月瑶已经失联了。啊？凶器有线索了？单科长，是什么呀？肩头手稿，够支持你们做事了吧？单科长，大恩之德，我必以身相许。我去申请搜查证啊。另外，死者鼻腔内的成分检验也有了结果，泥土呈酸性，含微量的三氧化二铁 ，pH 值在4.5到5之间。这范围也太广了吧？我知道，但是目前也没有更多的发现了。你们怎么来了？啊，我们来找钟教授。钟教授，钟教授怎么了？根据你们对上司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一直在追查造假作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无意间发现，在古墓旁边有一间文物复制作坊，也就是说是文物造假。后来经过我们排查呢，发现了更惊人的一个秘密：整个村庄全都在从事文物造假。而且他们做出的文物，我们用好多的专业设备经过检测之后得出结论，与年代完全相符。我们询问了几个牵头人，最后得知，他们造假所用的原材料全都是从那座古墓当中提取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座古墓啊，早就被发掘出来了，而不是刚刚。所以你们就是找钟教授来了解一下情况？不是了解情况，我们来是逮捕他的。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座南北朝的古墓是假的。文物部门对考古院那些号称新鲜出土的文物做了 C14的检测，还请了外省的专家过眼，基本可以确定，半数以上全是假的。他一个资深考古专家，考古造假，他图什么呀？研究经费啊，如果这个墓的研究价值上升到国家级别，那经费相当可观。这个墓是南北朝的不假，但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所以钟教授想借这个机会包装一下，给他找个主人。他不仅向村里人定制了很多假文物，自己也造了不少。实验室里都是他的学生，大家肯定也就不会说什么了。啊，对了，赵月瑶的那个前男友孙明，也在实验室，难怪他之前说的都不是真话。查到接触过棺材的人了吗？马上有结果了。接触过棺材的人不一定是凶手，甚至可能都不是移动尸体的人。那你说怎么办？棺材太大，不易搬运，制作点应该就在大墓附近。有什么发现？发现了这个东西，肩头上有血迹，我们会尽快与死者做对比，希望能在上面找到指纹一类的痕迹。钟？难道是钟教授？
钟教授，这把手稿是你的吧？我们在这把手稿上检测到了赵月瑶的血迹，形状与伤口吻合，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就是杀害赵月瑶的凶器。另外，我们在这上面找到了你的指纹，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的。可能是别人戴的手套，拿着我的工具行凶了。单从凶器上看，确实不能说明什么。不过，我们搜查了你所有的物品，发现你工具包上面有血迹反应。我们在你的衣物、鞋袜上找到了与埋尸现场相同的土壤颗粒，这证明你曾经去过现场。别告诉我这也是巧合啊！钟教授，当你看到赵月瑶出现在棺材里的时候，你那种慌张无助的情绪是伪装不来的。你也很意外，为什么一个已经被掩埋的人会突然出现在棺材里？别说了，人是我杀的。你为什么杀他？因为他要举报我，举报我考古造假，我一时没有控制住。凶手已经找到了，接下来就是遗失的问题。左哥，痕检那边有新发现，已经是最大尺度的还原了，只能说现场一共有2种足迹，一个是钟教授的，另外一个只能通过计算，认为身高在1.78米到1.85米之间。能查到相匹配的人吗？应该可以。重点查那些可以接触到棺材的人。哎，等等，你之前跟我说他有一个化学系的前男友是吧？对，但是他的实验室主要是负责仿古玉器的做旧，不会接触到棺材啊。默不作声地把人藏在棺材里，就等着开棺的那一刻给人最强烈的冲击。这么有仪式感的事儿，这可真不是只有一般感情的人能做得出来的。钟教授他认罪了吗？你怎么知道钟教授就是凶手啊？我知道，我还知道你们不知道的。什么意思啊？钟教授在说谎。他杀月瑶的原因，根本不是因为月瑶要去举报他，是月瑶发现了他不仅在吸毒，他还利用考古队贩毒。什么情况？你说清楚点。这个墓不完全是假的，对吧？其实钟教授已经将宋上面的考察文物准备好了，只不过这趟包裹里藏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那你怎么知道这里面就是毒品？我亲眼看见的。教授，这可是毒品！你竟然利用考古队贩毒！你给我啊！你这种事不用你管了，你给我，你给教授！教授，我求求你勇敢忍，戒掉它。这个东西会害死人的！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给我！
乐，你好，今晚吃啥？今晚吃啥？天呀！贵宾票，我听说这次展会有漫威未播片段的特辑呀！啊，这票根本买不到，左哥你太厉害了！我爸给我的。哇，伯父真厉害！哎，不对呀，你上次不是跟那个神秘的追求者已经看过了吗？上次不是因为工作没看成吗？哦，你喜欢啊？那正好2张，给你1张。好嘞，谢谢左哥。我帮你约木夏。啊？啊什么？我还不知道你。我一定帮你约成。吼！送你一出好戏，想不想看？南宁路1108号，只给你2个小时啊！我对你好吧，忍不住想跟你相见。M。莫教授，您怎么来了？里面怎么了？不知道，挺突然的。鬼影电影可以进场了。哎，先生，你干什么？里面已经上场了。人都走光了。对，人都走光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Please redial later。对不起。今天谢谢你啊，要不是碰巧遇见你，我那票就作废了。这是我的荣幸，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和你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好啊。晚安，高跟鞋小姐。晚安。放这儿了。
钟伟因为长期吸食毒品导致脑干损伤，治疗的过程中出现并发症，不治身亡。尸检报告我已经交给2队了。他死之前说什么没有？我听看守的同事说，好像是什么极乐之上。对了，我在检测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事。看见了吗？我对比了现有的图库，没有发现与之匹配的。It seems there's truth to your suspicions. We've discovered that Manu code are connected with the explosion. But Manu code is so mysterious tha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make any breakthroughs. One piece of good news, though. Our investigation has established that Yuichi is on the list of victims. Upon checking our records, I discovered that the last phone call she made was to a friend with whom she came to Britain. Her name is Qin Zuoman. Jean was summoned by the police, but she refused to disclose the contents Of their final conversation, though we do know that her alibi checks out. Okay, I got it. It should also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you to know that Yuichi's cruise ticket was purchased by Professor Lee, but under his English name, Paul Lee. You mean they know each other? It appears so. I hope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useful to you, mate. 木夏，你不觉得你应该给我解释一下吗？解释什么？我那天等了你那么长时间，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你什么意思啊？我没有接到过你的电话。你不想去就直说，你耍我好玩吗？我就不信你一个电话都没听见。我没有。你压根儿就没有把我请你看电影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一场电影而已，我为什么放在心上？这些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嫌犯，你们要仔细的看，记在脑子里。王队，哟，穆教授啊，稀客呀！我想耽误你点时间。怎么了？我听说钟伟那个案子是你们在跟进的，对吗？哦，对的呀，基本上已经结案了。确实是个意外，医组人员都已经尽力了。有没有人能够接触得到他？羁留病房的医生护士都是经过挑选的，治疗用药也有专人盯着。另外，我们门口还有警员和监控，有什么问题啊？谢谢。哎，不要着急走啊，来了就不要着急走。我刚接到一个案子，密室案，你一定感兴趣的。左哥干嘛呢？大中午的不吃饭，鬼画符啊？把我当什么人？连个解释都没有。左哥，你是不是跟木夏吵架了？昨天你们不还好好的去看电影吗？怎么就吵架了呢？说来听听。他没来。他放你鸽子？他会不会有什么事儿？要不我帮你去问问？你问个屁呀！人压根儿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知道吗？好，我知道了。哎，你去找木夏，我去停车场找你啊。凭什么让我去啊？你
年轻人要学会把握机会，我是在给你制造机会啊！专门卖队友的坑货，你去。啊，行行行，我去。案子的资料都在这儿。我没空。穆教授啊，哎，把卷宗给穆教授开一下。好的。怎么？跟老沈打个招呼，借穆教授用一下。我们去现场看看。行。停车场等你。如果你需要帮助，还可以来找我。不用，没了你，我们照样能破案子。以后你查你的，我查我的，不用您操心。谭佑果然没说错。不要跟女人讲道理。木香呢？不许提他。以前没他，咱们队照样破案率第一。哎，不信了，没他不行了。坐好了。哎，左哥右哥，什么情况？死者图林，33岁，退伍军人，自己开了家保安公司。今天早上，死者母亲发现死者死在自己房间里。哦，对了，死者母亲是个聋哑人，邻居帮忙报的警。都这样了，还不送医院？老太太很抗拒，劝了好几遍了，没用。行，照顾好点。现场就在这儿。门锁是咱们先赶到的同事给撬开的。微微有什么发现？死因很明确，射钉弹由眉心位置贯穿头部。根据尸斑位置和尸僵变化判断，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10点左右。因为是钉枪，所以我无法估测射程距离。我看过枪管的长度，我不认为死者会以一个这么别扭的姿势自杀。但是窗户上有护栏，所以凶手不可能翻窗进来。那唯一的进出口就是这门了。但是凶手是怎么在杀完人之后把门锁上的呢？案发时间是晚上10点，当时老太太睡着了。老太太天一黑就进自己房间看电视了，大家也都看到了。聋哑人嘛，看电视的时候应该不会注意到其他事情。那邻居呢？没听见什么？对面楼在装修，平时就挺吵，经常弄到挺晚的，邻居也没注意到什么。这一片都要拆迁来装修干嘛呀？这你就不懂了，就是有好多人趁着拆迁之前装修，这样能多要赔偿款。哎，木夏呢？哎，门口有摄像头啊！走，咱们去拿监控。您这边请。您看看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请。监控是被定格在了下午的6点14分，所以楼上的保安没有发现下面发生异常。监控应该被黑客程序入侵了。外面的监控有什么发现？整条街的监控都调出来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出现的。何经理啊，你们这里日常都没有人巡视的？不是没有，是不允许。地下的安保系统有体温监控装置，一旦过了12点就会自动开启，之后哪怕是极其细微的温度变化都会引发报警。别说是人了，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去，警报也会响。报告，王队，这块有发现，给教授看一下。何教授。闻着还蛮香的，晓不晓得什么东西啊？这是香水跟啫喱的混合物，只要调配到一定比例，就可以让体温监控器失灵。这怎么可能嘛？哎，
我们用的可都是高精尖产品，整套系统可是花了好几百万呢。怎么可能轻易被这么两个东西给整失灵？你们的系统太久没升级了。 2016年8月14号，英国一名盗贼就利用这种简单的混合溶剂，成功逃脱了体温监控器，盗走一家珠宝店价值1亿欧元的珠宝。这个位置检查过没有？通风管道检查过没有？查过了，发现管道壁周围有擦拭的痕迹。这样的话，嫌犯很有可能是从上面跑掉的。 小梁，把后门监控调出来。是。我们提取了48小时的监控录像，发现这个图灵从昨天晚上7点半买完啤酒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另外也没有其他人出入过。在这儿之前呢，有谁找过他？出入的人我们都已经做了截图，根据初步排查，能确定当天没有人找过图灵。没有。 死者体内取出的射钉弹是 S32型号的，但在现场的弹头却是 S5型号的，基本上可以断定死者是死于他杀。另外，死者体内发现有服食万艾可的痕迹，这跟咱们现场发现的万艾可吻合。难道这又是一起密室案件？哎，要不我们去问问图林的员工说，昨天晚上他约了客户谈生意。 但是客户却说，图灵根本就没有来过。那也就是说，图灵昨天的行程非常关键。他到底去哪儿了？又为什么要撒谎？最终为什么死在了自己家中呢？疑点很多呀。是不是要我帮忙？不需要。 要！咱们警局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地方，不是有些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事情发生了再来做好人，用得着吗？什么情况？一会儿跟你说。哎，昨晚上干嘛了？往枪口上撞，赶紧解释一下呀！ 把手机给我。我的手机为什么要给你呀？那你就自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人装了不该装的程序。这就是你给我的解释，是吗？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再听耳机了？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一下别人？ 我每次跟你交流都是要靠猜的吗？还给我！你到底有什么事儿隐瞒我？还给我！捡起来，道歉。走，咱去现场，咱去现场。穆教授，怎么了？心情不好呀？没有。
能找到他吗？穆教授，你怀疑他？从视频上来看，这个人无论身形步伐都与嫌疑人很相似，而且时间点上也吻合，有必要找他回来问话。我知道了，你破解了？凶手利用老太太听不见声音的缺陷，在房内射杀了图灵，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将现场伪造成密室的样子。接下来就是制造密室。插销拨到一半，已经被固定好了，接下来就是用磁力大的磁铁控制插销移动到锁扣的位置。左哥，你太厉害了，你真是越来越像侦探了。门口的监控并没有拍到凶手，这说明他并不是从一个常规的路径进入到现场的。走，咱们到院子里看看，争取尽快把这个案子给破。小柚子啊，梯子拿来。哦。看着什么了吗？墙上有2个脚印啊！凶手一定是从外面翻墙进来的。为了避开监控，凶手肯定是从监控后面这条路出现的。只要我们顺着这条路，一定会找出结果的。秦警官分析得很精彩嘛。王队，您怎么来了？没有想到吧？我们的嫌疑人就在这附近，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不怕打草惊蛇吗？你这话说得很像老沈啊！我们来当然是要抓人的。嫌疑人已经锁定了。王队，讲，在这儿的垃圾桶里找到了麻袋，里边还有一件黑衣服和一顶黑色帽子，但是钱已经不见了。晓得了。那么高，注意安全啊！加油！这个小子有个情人叫阿青啊，出狱以后就一直住在他家里，每天不找工作就知道喝酒、打牌、玩麻将。我就晓得，他迟早还是要进去的。王队长，陈伟强他人在哪里啊？我怎么知道啊？他昨天下午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呀。王队长，坐呀。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去干嘛了？我哪里管得了他啦？现在。以前还会跟我说几句悄悄话，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讲了。那他几点出的门，你晓得吧？6点半。你确定啊？他走的时候，我刚刚在做饭，看了一眼时间，刚好6点半。我跟你讲，这个人有多过分啊！我饭都做好了，他还说要出去吃，当我什么免费的保姆啊？时间对不上啊。王队长，他在外面是不是又犯什么事情了？你帮我的忙，赶紧把他给他抓回去。他住在我这里啊，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在外面喝了酒打了架，还是我去给他擦屁股的。找了份工作，干了2天，辞职了，说没意思。工作还能有什么意思啦？不就是挣点钱养家糊口吗？你说是不啦？
哦哟，烦死脱了！彪子，把银行结案的路口监控再调出来给我看看。王队，不好意思啊，穆教授，是我们先来的，先来后到，您排个队吧。我们去现场看看吧。你弄坏了我的模型，你记得赔我。赔？越来越像你们老沈了。他说的是呸还是赔？哎呦喂！穆教授，这条路线我们已经走了8遍了，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啊？你又去哪里啊？你想去哪里啊？哎，从八大街的摄像头到岳松路的丁字路口，我跑了31秒，但在监控里我们看到嫌疑人走路只花了24秒，这不合理。有可能他训练过竞走的。只有一种可能，从一开始，嫌疑人就有2个人，他们在2个摄像头之间的盲区完成交换，目的是为了扰乱我们的视线，而且。第一个人就是从这儿离开的。要是这样讲的话，这个陈伟强就更加可疑了。陈伟强，就算是掘地3尺，我也要把你找出来。这个家伙叫唐成，是图灵的发小。图灵被枪杀的那个晚上，他恰好出现在监控里。来了。唐城吗？啊。找你了解点情况。哎呦，听说你是图灵最好的兄弟。图灵啊，那是我把兄弟啊，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所以你们经常在一起？他最近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就老住我这儿。其实我经济状况也不好。图灵的，他爱吃伟哥，他让我给他买的。哎，警察连这个都查？别瞎扯啊！你对他感情方面的事儿了解吗？我不了解，这人家私事儿啊，从不过问的。不要撒谎哦。这有什么谎可撒？哎，你说你们警察连他吃伟哥都查得到，应该去查那个女的呀。哎，怎么了，警官？他犯什么事了？别问你不该问的。昨天你在哪儿？在干嘛？我白天上班啊，我晚上去 Happy House happy 了一下。说清楚啊。欢乐颂酒吧。我提醒你一下吧，昨天晚上10点，你出现在图灵家附近。啊？我路过呀。只是路过吗？我以前去夜现场的是不用路过的，后来我进了夜现场黑名单了，不让去了，才改的欢乐颂。什么黑名单啊？酒吧会把一些闹事儿的人的照片贴在墙上，明令禁止他们再入场子。好，这个事儿我们会继续追查的。另外，你方便详细的说一下你打人的那件事吗？2个星期前，我在酒吧喝多了，跟人发生点口角，打起来了。后来进了派出所，后来我打电话叫图灵接的我呀。你最后一次见到图灵是什么时候啊？就上回派出所之后，他陪我去谈那个
赔偿的事情，1个星期不到。后来再没联系过？没有。警官，他那个安保公司啊，效益不好，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员工都在那闹事儿呢。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事来，他那个里边有一个叫赵什么的，赵什么一小伙子闹得最凶，扬言再发不出工资就找人废了图林，这事儿你们得知道。哎，警官怎么了？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图林死了。谢谢陈队。哎呀，案子进展如何？我们会尽快破案的。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那你跟穆教授之间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啊。得了吧，连2队的王大柱都看出来了，你还能瞒得了谁？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沈队。行了，左儿，人家穆教授毕竟是个文化人嘛，你就不能让着点他？明明就是他不对。你们这对冤家啊！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都不许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啊！再让我发现，我就拿你去换超哥。是。不过你放心，我跟穆教授打过招呼了，也批评了他，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嘛，应该互相帮助，对不对啊？记住了啊。不过今天这拳打的嘛，倒是有进步啊，值得嘉奖。沈队辛苦了。哎，再接再厉。祖哥，你这么用心啊，买了那么大一束花给木木道歉。他弄坏了我的限量，我给他买花，你没事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哎。麻烦您帮我拿个奶吧，谢谢。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是不是整座城市的咖啡厅都被你承包了？那可没问题，
真忙，下班还喝咖啡。龙霄，忙什么呢？忙着抓坏蛋呀！真像被你抓的人，抓我？神经病！哎，见着我有没有高兴点啊？有什么可高兴的呀？我现在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能多睡一会儿。你这口气这么像我一熟人，看你这么拼命，该不会是跟一个人较劲吧？你还真跟他较劲啊？你喜欢他？别闹，什么呀？有情敌了。他喜不喜欢你啊？不关心。口是心非。要不这样，咱们试试他。按我说，在队里吃个盒饭就得了，左哥非要吃宵夜，他这种主动大放血的行为，有猫腻。算了吧，最抠的就是你。微微，我对自己是抠，但我对女朋友是真的很大方，真的。微微，微微，我说的是认真的。木木，你跟左哥和好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就是没和好。没和好，你来干嘛？哎，我听左曼的意思，今天应该会顺带介绍个朋友给我们认识。朋友？不会是那个送花跟钢铁侠的吧？天啊，木木，你的敌人都杀上门来了，你要有危机感呐！你去服个软，道个歉，这事儿就完了。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千万不要跟女人讲道理，也不要跟女人生气。不该管的别管，别自讨没趣。哎，来了。木木，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他确实比你帅，你小心。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李延俊，英籍华人，学建筑设计的。你好，单薇薇。你好，谭佑。你好。啊，我搭档。最好的。你怎么回来了？要不是因为左曼，我们不会见面。你们俩认识啊？他是我爸学生。